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周日至周一访华，成为拜登政府就任后到访中国的最高级别官员。然而，就在此访前，美方继续一贯伎俩，从多领域向中方施压。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高人一等的国家，也不应该有高人一等的国家，中国更不会接受任何国家自诩高人一等。周六，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四川成都同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举行第3次中巴外长战略对话。针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副国务卿舍曼来华之前再次表示，美国将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王毅应询向记者表示，美国到今天还没有学会如何以平等的态度同其他国家相处。美国总想凭借自己的实力来向美国施压，自以为高人一等。但是我要明确地告诉你，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高人一等的国家，也不应该有高人一等的国家。中方更不接受任何国家自诩高人一等。如果美国直到今天还没有学会如何以平等的态度跟其他国家相处的话，那么中国就有责任和国际社会一道，好好的给美国补上这一课。事实上，对美方所谓从实力地位出发的傲慢表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早在今年3月的安克雷奇中美高级别对话上就已经阐明了中方立场。杨洁篪向参与对话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强调，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我现在讲一句，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拜登政府上任以来，除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4月中旬访问中国以来，双方再无其他高层级官员互访。近期，美方提出希望安排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华后，经中美双方商定，舍曼于周日至周一访问天津。中方宣布，主谈的是中国外交部主管中美关系的谢峰副部长。对于美方多次提出也希望拜会中方领导人，中方考虑按惯例安排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谢峰同舍曼会谈之后，在天津会见舍曼。然而，就在此访之前，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再度放话称，美将继续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方对话，中美关系要有护栏，以使竞争不会发展为冲突。正如中方一再指出的，美方没有资格对中国说教或指手画脚，没有资格说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我们在安克雷奇不吃这一套，在天津更不会吃这一套。有分析指出，对于中美关系，中方虽然呼吁合作，但中美互动是有底线和红线的。中方亮出自己的坚定态度，也意味着美方能否尊重中方，才是这场会谈的一个先决条件。中国对于舍曼访华，当然我们欢迎对方来谈谈，但是呢，中方对于舍曼访华以及未来中美关系的动向，并没有抱过高的期待。也就是中国看到了现在美国对华政策的负面的动向，积重难返。美国国内的政策在煽风点火，而不是灭火。中国希望通过舍曼的行程来向美国传递清晰的信息，这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对于让美国放下幻想、停止误判也是非常重要的。王毅本月3日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当然希望恢复对话，但要看美国有没有诚意。然而从近段时间美方的表现看，显然是来者不善。台海方向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3次派军机以所谓行政专机或民用飞机的身份降落台湾，搞擦边球式的挑衅。南海方向，美军军舰擅闯中国的西沙领海闹事，并企图煽动域内国家搞对抗。在涉港问题上，美方不仅发出所谓香港商业警告，还对7名中方官员进行恶劣的所谓制裁。与此同时，拜登政府还联合其盟友发表所谓共同声明，诬陷中国实施所谓恶意网络攻击行为。美国司法部还向4名中国公民提出起诉，涉及所谓入侵电脑系统的黑客攻击行动。外界还注意到，舍曼访华之前连续出访日本、韩国、蒙古3国，在东京与日韩副外长级官员举行3边讨论，其中就涉及对台海等问题的表态。
分析认为，美方强调要为中美的激烈竞争设立所谓护栏，避免中美发生军事冲突。但美方口中的护栏只不过是以他的利益为标准进行划定。美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污蔑抹黑中国，停止损害中方利益，才是中美关系真正的护栏。现在美国做的一系列的对华政策的负面的动向，确实是使中美关系变得更危险，而不是更稳定。那么，为什么美方要谈护栏？一方面，我觉得美国在回应盟友的需求。美国很多的重要的盟友，包括美国的欧洲的盟友，是没有按照美国的指挥棒起舞的，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有质疑，甚至是有一些恐慌的。他们希望看到大国关系的稳定，所以护栏似乎一方面是说给盟友听的，而另外一方面呢是说给中国听的。护栏这样的一个说法，似乎是美国要与中国建立某种规则，但是最根本的是美国要掌握规则制定权，要让中国按照美方的行为的模式来进行运作。实际上，一面谈合作，一面小动作不断，已经成为美国的固有伎俩。今年3月，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前一天，美方突然宣布对14名中方官员施加所谓金融制裁，不仅破坏了会谈气氛，更让美国政府的信任度荡然无存。有分析指出，拜登上台刚满半年，面对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尤其是为了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保住执政地位，所以必须在中美对话中展现强硬姿态。相比之下，舍曼此行更多侧重于工作层面，或许更加务实，但对中美关系后续如何发展仍有待观察。首先呢，他看到美国在内政的方面有一个烂摊子难以收拾，所以此时呢，以中国的议题来进行所谓的立场的团结，成为了他饮鸩止渴的一种方式。而另外呢，在涉华的一系列的政策动向上，拜登呢反而是捡起了特朗普留下的一些负面的资产。在这样的一种政策的走向的指引之下，美国现在的对华政策可以说是动作变形，越走越偏。周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成都同芬兰外长哈维斯托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病毒溯源是严肃的科学问题，溯源不应被政治操弄，政治病毒也要溯源。但美国近期还频繁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搞政治化操作，妄图抹黑中国，并掩盖自身的抗疫不力。近期，超过1200万网民联署呼吁世卫组织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就在联署签名超过1000万之时，服务器遭到2次网络攻击，发起攻击的 IP 地址均来自美国境内，这是怎么回事？来看个报道。今年6月初，一批关心病毒溯源问题的中国网民曾在世界卫生大会期间发布了一封公开信，向世卫组织表达了希望将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纳入第2阶段溯源调查的诉求。但为了防止美国政府及反华势力用卑劣手段恐吓和骚扰他们决定采取匿名的方式发起这一活动。之所以有这样的诉求，是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专家团于年初来中国武汉进行病毒溯源工作，得出了病毒极不可能来自实验室泄漏的结论后，美国方面却仍在不断的歪曲事实，甚至还打算胁迫世卫组织将武汉病毒所再次纳入新冠病毒的第2阶段溯源工作之中。上周，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改口表示，不能草率排除病毒来自实验室的可能性。中国网民决定再发出一封公开信，要求提出这一说法的世界卫生组织必须调查美国这个疑点重重的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因为该实验室里不仅存有诸如非典病毒、埃博拉病毒等大量极为危险的病菌，还进行着危险的病毒实验。活动在本月17日晚发起后，很快得到了全国网民的热烈响应，以至于服务器一度崩溃，不得不几次扩容。周六晚22时50分，网民联署签名数突破了1000万，现已超过1200万，并且仍在高速增加。随着联署活动的消息不断传开，将有更多网友，包括外国网友，也加入联署签名，共同要求世卫对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发起调查。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不少去年奋战在武汉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也都在积极参与此次联署活动，其中包括2020年最美科技工作者荣誉获得者、武汉市雷神山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院长王新环教授，以及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武汉市最早一批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的院长彭鹏。王新环教授表示，非常清楚武汉病毒所是被污蔑的，这种匪夷所思的污蔑只能说明污蔑者是反人道的。人类缺乏团结与信任，才是病毒能导致如此大疫情灾难的原因。中国之所以疫情控制得好，是因为中国有足够的团结和信任。
而此次成为外界关注焦点的位于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数十年来不断被爆出违规操作、实验室泄漏事故，乃至科研人员卷入炭疽袭击。作为紧邻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军方高级别生物实验室，在管理方面漏洞百出。那么，美国遍布全球各地的生物实验室又会是什么情况？是否同样存在泄漏隐患？外界有充分理由提出质疑，并呼吁世卫组织对包括德特里克堡在内的美国实验室进行调查。然而，对于外界与德特里克堡相关的猜测，美方一些人始终讳莫如深。更为可疑的是，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在新冠疫情首次爆发前的2019年秋季，曾出现过一次严重的病毒泄漏事故，美国政府却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由，拒绝透露内情。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首批新冠确诊患者信息，他们均有中国旅行史或是其密切接触者。而美国对新冠病毒的检测始于2020年1月中旬，当时联邦政府也只是建议对有中国旅行史或其接触者进行检测。直至2月26日，美国才通报首例社区传播病例。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一开始就把目标锁定在从中国赴美的人员身上。不过，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早在美国各州通报首例确诊病例之前，新冠病毒就已经出现在美国。去年12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美国感染病协会官方出版物《临床感染疾病杂志》发布研究报告。研究人员通过对美国红十字会血样追溯发现，在2019年12月13日至16日期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和华盛顿3州至少39人的血液中已经出现新冠病毒抗体。时隔7个月，同样隶属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国立卫生研究院也发布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多地采集的血液样本中检测到新冠病毒抗体，显示早于2019年12月，新冠病毒就已经在美国本土传播。周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同芬兰外长哈维斯托共同会见记者时，当提到美国炒作有罪推定的实验室泄漏论时，王毅说，美方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转移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达到抹黑打压别国的政治目的。人类抗击疫情的史册上有必要记上这丑陋的一页。王毅明确表示，病毒溯源是严肃的科学问题，应当让科学家们把新冠病毒来源研究清楚，从而更好地防范未来风险。王毅提到，他所见过的所有外长都赞同，溯源不应被政治操弄，不是为了指责某个国家，更不能让国际社会走向分裂。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才能真正打败病毒。任何工作计划，如果不是一份真正寻找病毒的计划，而是设法抹黑中国的计划，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中国不会也不可能接受。我们感到美国重返世卫组织，心思并没有放在加入国际抗疫上，是在继续借台来散布各种政治病毒，这是需要引起我们各国警惕的。人民日报钟声发表评论表示，大量事实表明，美国是全球抗疫进程中最大的绊脚石，美方种种不负责任的政策无异于向全世界投毒，一些发展中国家更是深受其害。如今，美方一面将病毒溯源这一严肃的科学问题政治化，一面却努力想装出一副负责任的样子，企图通过虚伪的表演继续蒙骗国际社会，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文章提到，美国政府一些人士借病毒溯源抹黑中国时，还大言不惭地大谈责任和拯救生命。作为全球医疗技术最发达、最成熟的国家，非但没有在境内控制住疫情，导致迄今本国近3500万人确诊新冠肺炎，超过61万人失去生命，还造成病毒向境外扩散，成为名副其实的病毒扩散国。这样的美国哪里表现出一点责任心，又何曾真正关心过生命？真正的责任感必须也只能体现在行动上，在切实控制住本国疫情，在停止抗疫利己主义，在真正展现透明度，回应国际社会质疑之前，美国根本没有资格奢谈责任和拯救生命这样的词汇。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此次呼吁世卫组织调查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联署接近1000万前，联署页面服务器遭到2次网络攻击，发起攻击的 IP 地址均来自美国境内。这个事件应该说已经是实锤确凿，就所有的 IP 全部来自美国，至少说明2点。第一呢，就是美国在病毒溯源的问题上心中有鬼；
第二呢，就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应该说是贼喊捉贼。对比，就在几天之前美国的这个助理国务卿、美国的高级官员还纷纷的拿出他们所谓的实锤来指责中国对美国发动网络安全的攻击。实际上，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美国早已信用破产，说什么都不足以为信，贼喊捉贼的做法更是屡见不鲜。周二，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还发布报告称，美国政府跟踪23家美天然气管道运营商，在2011年至2013年期间曾经遭受网络攻击，并认为中国政府支持的行为体实施了网络入侵。在回应相关提问时，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表示，要论全球头号黑客，如果美国自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赵立坚说，2015年维基解密披露称，美国国家安全局窃听德国总理默克尔多年，还对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萨科齐、奥朗德搞监听。丹麦广播电视台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与丹麦情报部门的合作，监听了包括默克尔在内的德国、法国、挪威、瑞典、荷兰等欧洲多国政要短信和通话内容。斯诺登曝光的美国特等舱项目显示，美国在其近100个驻外使领馆内安装监听设备，对驻在国进行窃密。要想破除美国的这种网络空间这个双标治理模式，应该说只有对等威慑。也就是说，其他的国家要么是能够崛起，要么是他们能够团结起来，在网络世界能够和美国形成对等威慑。唯有如此一个公平公正相互尊重基本主权、网络主权的这样一个新的网络秩序才有可能诞生，也才有可能逼迫美国重新认识到他们自己权力、权势在网络世界也是有边界的，手不要伸得太长。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今明2天到访天津，您是如何展望舍曼此访？中美双方将围绕哪些核心议题展开交流呢？是的，美西，舍曼此次访华的行程在最后时刻才敲定，给了外界充分的遐想空间。外事交往，客随主便是行规，想去哪，想见谁，你可以提建议，但是否能够真正成型，还是要尊重东道主的安排。但无论如何，见总比不见强，舍曼还是来了。舍曼此访调子已经提前定好了，所谓负责任的管理双边关系，美方将继续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方对话。外交关系的管理是一个很专业的国关词汇，中方当然也希望中美双方合理管控分歧，聚焦共识。但美方的傲慢之处就在于，从美方的视角看来美国是管理者，中国是被管理者。正如拜登政府用竞争、合作、对抗来粗暴定义中美关系，带着浓厚的强盗逻辑，是所谓霸道风格。美方重提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方对话，但早在安克雷奇，我们就已经掷地有声地回击到，你们没有资格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已被我们公开否决的话语再次出现，足见美方依然没有放下傲慢与偏见。这股执拗也让舍曼此访多了一丝来者不善的意涵。当然，中方在安克雷奇不吃这一套，在天津更不会。王毅昨天那句强硬的给美国补课论，足以体现中方态度。美国必须学会以平等的态度与其他国家相处，这是中国平视外交的重要内核，也必然获得国际社会的拥护。因此我个人推测，中美此次在天津的外交对话将聚焦中美关系的相互管理，而非单边管理，聚焦良性竞争与扩大合作，聚焦避免冲突。至于外界推测舍曼此访将会为中美元首年内会晤提前铺路，我倒是想提醒一下美国方面，中美关系之间的负面清单有点长，比如特朗普执政时期的遗毒未除，又比如对香港、台湾、新疆的干涉举措，再比如新冠病毒溯源问题的政治化。要想在中美关系上得分，拜登政府多少得亮出一些实质性的诚意。最后，我还要补充一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这段时间将在天津接待蒙古外长，与舍曼的会晤并不是所谓的专程会见，希望美国方面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给自己加戏。
另一方面呢，过千万网友呼吁世卫组织调查美国的联署签名服务器近2次遭到网络攻击，发起攻击的 IP 地址证实均来自美国境内。您对此有何观察？此事真是可气又可笑。可气的地方在于，美国前不久刚刚指责中国对美国进行所谓的网络攻击，美国一只手指指向中国，另外4只指向自己。要论全球头号黑客，如果美国自称第2，没人敢称第1。可笑的地方在于，用网络攻击的方式瘫痪中国网民联署的网站，除了证明美国做贼心虚以外，能够抹去声势浩大的质疑声吗？只能越抹越黑。掩耳盗铃的事情，美国方面也不是第1次做了。千万级的中国网民联署，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更何况，这当中有许多武汉市民，有许多参与抗击疫情的医护人员、科研工作者、社区民众。这是来自中国民间的声音，是对美国公然污蔑中国的齐声反对，是对美国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的齐心声讨。前段时间，美国伙同一些北约盟友对中国打起了网络安全牌，确切的说这是端出了特朗普执政时期的剩饭。新疆牌打不响，香港牌刚出手就被中国的反外国制裁法一巴掌扇了回去。现在打出网络安全牌，美国也是黔驴技穷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网络攻击很难不留痕迹。来自美国 IP 地址的网络攻击未能攻破中国网民联署的网站，却无形中将网络安全牌与疫情溯源牌合二为一，打回到美国自己身上。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本周五，9名在巴基斯坦恐袭事件中遇难的中方人员遗体搭乘中国民航包机回到祖国。周六，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四川成都同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举行第3次中巴外长战略对话时就表示，中巴都是这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我们应紧密合作，早日查明真相，将凶手绳之以法，给两国人民一个交代，切实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王毅表示，达苏水电站通勤班车遇袭事件是近期中国在境外人员遭遇的最大恐怖袭击事件，中方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李克强总理日前应约同伊姆兰汗总理通电话时，也就事件表明中方立场。中巴都是这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我们应紧密合作，早日将凶手绳之以法，给两国人民一个交代，切实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无论肇事组织出于什么动机，身处何方，受到什么势力庇护，都必须一追到底，严惩不贷。巴方强烈谴责针对中方人员的恐怖袭击。中方在巴工程技术人员为巴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中方的损失就是巴方的损失，保护中方利益就是保护巴自身利益。巴方将像对待自己人民一样保护在巴中国公民。巴政府将对事件一查到底，将凶手绳之以法，坚决挫败损害巴中合作的企图，绝不允许任何势力破坏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巴方将全力维护中方在巴人员和机构安全，重组特别部队，加强相关工作，坚决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有一个疑点，到现在呢，它不像传统的这个出名招著那些恐怖组织，他们一般，这个作案以后都会出来认领这样的恐怖袭击，扩大自己的影响，甚至把别人做的这个恐袭呢，也要算在自己头上。这次很奇怪，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后呢，并没有看到巴基斯坦塔利班或者基地组织或者伊斯兰国武装出来宣称。那么两种可能，一个就是他们干的，他们不承认，他们避免这个引火烧身；还有一种呢，可能就不是他们干的，可能是一些非主流的，比方说，巴基斯坦西北部瓦吉里斯坦地区本地的一些激进组织，甚至一些部族势力。本月17日，中国赴巴基斯坦跨部门联合工作组与驻巴使馆工作人员吊唁在恐怖袭击事件中遇难的9名中国同胞。工作组中的公安部刑侦专家对事件现场进行了详尽取证。19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农荣会见了巴陆军参谋长巴杰瓦。巴杰瓦表示，巴方非常重视与久经考验的朋友之间的友好关系，将全力与中方合作，确保在巴工作的中国公民安全。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局表示，巴杰瓦与农荣大使在会面中讨论了达苏恐袭事件的后续处理，以及在巴中方人员、机构及项目的安全保障问题。两人强调，
双方在为和平而努力的同时，也将挫败所有挑战中巴战略合作关系的敌对势力的图谋。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拉希德此前也向媒体表示，巴内政部已经向安全机构发出指示，要求为在巴中国公民提供安全保障。一些巴基斯坦百姓也主动为中方人员和项目提供支持。另据巴基斯坦最大的英文报刊《国际新闻报》报道，拉希德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执法机构已经完成对达苏爆炸案的调查。拉希德指责这起事件的背后是某些外国势力试图在中巴之间制造不和。因为国际关系非常复杂，不排除境外的势力。这个境外的势力当然是也可能是政府行为体，也可能是非政府行为体。那么政府行为体可能就是确实是不希望中巴关系这个一直那么铁的这样的一个外国政府，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因为在今天这个基础条件下，任何对恐怖主义的袭击的支持，你不管你戴多少层手套，最终是一定会曝光于天下的。那一旦发现一个联合国的成员国资助支持恐怖袭击的话，那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那对自身的国际影响、外交关系、国际形象带来巨大的杀伤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周一启程前往印度和科威特进行访问，这将是布林肯上任后首次出访印度。他也是继美国防长奥斯汀后第2位访问印度的拜登内阁高官。据悉，布林肯将于周3与印度总理莫迪和外长苏杰生举行会谈。据《印度斯坦时报》周6报道，布林肯时隔6年再次前往印度，目的性十足。美国国务院中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汤普森日前向记者表示，美方希望布林肯此行讨论集中在印太接触、美印双边关系、阿富汗局势和应对疫情上。汤普森透露，今年晚些时候，两国外长和防长将举行2+2对话，届时将就这些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布林肯此访也是对双方未来的对话及合作做一个预热。汤普森在回应记者关于美印双边关系问题时提到，两国有必要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加强共识，在安全、国防、网络和反恐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路透社则爆料，布林肯此次访问印度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极力拉拢印度阻恶华朋友圈，应对所谓的中国问题。在拜登政府看来，印度始终是维持亚洲平衡的新基点，也是在亚太地区对抗中国的重要工具。外界注意到，拜登上台后，美国高层始终与印度保持密切联系。比如说，防长奥斯汀早早出访印度，寻求与印度共同对抗所谓中国日益强大的力量。事实上，在美国的撑腰下，近年来，印度不断显示出处处针对中国的态度，甚至在敏感的边境问题上肆意挑衅中国。面对紧张的中印边境局势，美国却频繁充当搅屎棍的角色。去年中印边境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第一个跳出来拉偏架，美其名曰对印度进行慰问，实际上就是为其加油打气。时任总统特朗普和时任国务卿蓬佩奥也分别在不同场合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指责中方升级边境冲突。之后，美国更是被证实在冲突中为印度提供了物资和武器方面的资助。分析认为，布林肯此次出访印度，或许将继续在中印边境问题上替印度背书。为展开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布林肯将在印度行中再提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面对面峰会计划。继3月份拜登同日本首相菅义伟、印度总理莫迪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以视频方式举行了4方安全对话的首次领导人线上会议，大谈所谓中国挑战之后，拜登有意在9月和他们举行面对面的峰会，目前正在询问各国意愿。不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所长胡世胜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尽管美国不断强调其印太战略，试图增加与亚太地区盟友的政治和军事互动，但布林肯打着民主价值观的旗号来游说，注定是艰难的。虽然两国都把中国的快速崛起视为他们在这一地区话语权和秩序的掌控权的最大挑战，但美印之间的价值观实际上存在难以弥合的巨大分歧。如果说基于民主走到一起的话，那么在冷战期间，美印就应该成为盟友。实际上，如果说到这种价值观的话，美印之间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的。比如说，印度现在正在推行的一种印度教民族主义，那么美国人的主张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权利等保护的话，那么印度教民族主义在美国的一些政客看来，显然是对印度国内所存在的那些少数民族构成了一定的人权上的侵害，
包括克什米尔问题，美国也是有不同的意见的。自拜登上任以来，其内阁中的高级官员如布林肯、奥斯汀以及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等，都和相应级别和范畴的印度高官进行了各种形式前所未有级别的密切互动。这表明印度在拜登的印太和四方概念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分量。可以说，拜登政府上台伊始就捧出了对印外交的全家桶。布林肯还宣布重启四方安全对话。2月18日，他与印度外长苏杰生、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举行了闭门视频会谈。不过，会后四国并没有发布联合声明。不到1个月，四方安全对话再次上线。这次参加线上会议的不再是各国的外长，而是美日印澳4国的领导人。这次会议也因此成为该对话机制迄今为止级别最高的一次会议。会上，4国领导人决定未来将在新冠疫苗生产、关键科技、基建投资、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开展合作，并建立相关工作组。值得注意的是，布林肯行前向美媒表示，印度是抗击疫情的关键国家，最终将成为世界疫苗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这一次的访问也将聚焦应对疫情，包括疫苗合作。但实际上，之前新冠疫苗原材料问题让美印关系似乎出现裂痕。自夸为世界药房的印度，由于拥有疫苗的生产能力和生产线，四方安全对话的首次领导人线上会议曾提出一项看似美好的愿景，即由日本和美国出资，印度制造，澳大利亚分发，于2022年底前在印太地区分发10亿剂新冠疫苗。但关键的新冠疫苗的原材料却并不掌握在印度自己手里，而是需要从美国进行采购。不巧的是，拜登签订的禁止新冠疫苗原材料出口的行政令卡住了印度疫苗生产的脖子。在印度疫情陷入水深火热之际，外长苏杰生于5月访美，重点就是寻求美国在疫苗成品和原材料上对印度开放限制。然而，苏杰生的美国行令印度方面倍感失望，因为布林肯仅轻描淡写地表示，华盛顿愿意采取行动帮助印度对抗疫情，并且感谢印度在疫情初期对美国和世界做出的贡献，却绝口不提与疫苗和原材料相关的事项。尽管美国事后鉴于国际舆论压力，向印度运送了部分医用物资，但印度国内反美情绪已极度高涨，陷入冰点的两国关系短期内也难以回温。因此，印媒指出，布林肯将在印度为这项计划再续前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印度问题专家罗索对达成合作的可能性存疑。他表示，美印都发现有必要优先考虑国内的疫苗供应，而不是其他国际协议。事实也证明，疫苗合作比外交官们想象的要棘手得多。本指望通过今年他们大展宏图，然后以疫苗为试点，构筑一个美印澳印为内核的弹性产业链，和中国完全切割，另起炉灶。但是由于这个天有不测风云，印度作为一个重要的疫苗生产大国，陷入了第2次疫爆。美国按说是一个正在拉拢印度的一个准盟友，竟然对印度限制了关键原材料的出口，这个实际上对印度当时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对于美印关系的未来的信心这种侵害是非常大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布林肯明天启程访问印度和科威特，讨论新冠疫苗及印太战略等问题。您对此访有何前瞻？主持人好。布林肯这次访问印度，这内心呢是愧疚的，但表面上呢还会趾高气扬。为什么说愧疚呢？你看看印度呢，在遭遇新冠疫情大难的时候，在德尔塔变种病毒加速肆虐的时候，美国帮印度了吗？没怎么帮忙，连印度急需的制造疫苗的原材料都不给，只是说一些空话，送一些基本的医疗器材，而没有给印度呢最需要的疫苗。美国以前呢有个如意的算盘，就是要借助印度的疫苗生产能力，在这个约2022年底呢以前能够产生约10亿剂的疫苗，那么用于出口东南亚各国，帮助美国在所谓新冠疫苗外交上与中国呢展开竞争。这呢是在今年3月份美国领先主办的印太四方峰会上达成共识的。然而呢，这事与愿违，印度随后呢就遭到疫情的沉重打击，停止了疫苗出口。美国呢反过来得向印度运送医用物资，包括医疗设备和防护装备以及原材料，并计划呢在8月前送达印度超过300万支美国制造的疫苗。那么相比
美国的医疗支援和美国原本想从印度获得的抗疫物资，那么包括疫苗呢，这真是存在巨大的鸿沟。所以呢，现在布林肯呢要去印度去安抚莫迪，同时呢还设法呢想让印度呀尽快生产大量的这个疫苗，以便呢为美国呀分化东南亚国家效力。我们都知道呢，东南亚国家处在印太地区的中心，美国的下一步计划呢，就是要在东南亚国家呢，要让他们呢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那么布林肯呢，这次就是来做动员的，起码呢要让印度牢牢地站在美国一边。他的到访呢，也是支持莫迪政府的一次行动。我们同样知道呢，因为莫迪政府呢防疫不力，在印度民众的这个民间的声望大降。他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呢，也在好几个地方的这个地方选举之中呢落败，所以呢，这个布林肯也是来撑莫迪的。不过呢，布林肯的目的不一定能够达到。您刚说布林肯访问印度是要分化东南亚国家，这怎么讲呢？美国把欧洲呢暂时稳住以后，开始思谋如何在东南亚下手，以便呢分化东南亚国家，让东南亚国家呢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从传统上来看呢，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呢，在安全上依赖美国，那么经济上呢就依赖中国，都想抓住中国发展的机遇，把自己的经济呢也搞上去。但是这个拜登政府的主张呢，是要与中国对抗，这个分中必反。那么与中国关系良好的国家，就是美国呢要竭力分化拉拢的对象。这次布林肯访问印度，这个外交辞令上讲呢是疫苗、人权以及阿富汗问题。但更重要的呢，恐怕是说服印度继续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并且利用印度的影响力来分化东南亚国家。美国呢已经支持所谓这个国际仲裁机构5年前对南海问题的非法结论，是制造南海国家呢与中国扩大分歧的行动之一。美国呢还计划建立印太数字联盟，企图按照过去被特朗普否决的 TPP 模式，在数字和网络领域对抗中国。那么前不久呢，这个美国还对营商环境和法治一流的香港说三道四，这些呢都是美国分化东南亚国家的步骤。但我相信呢，这个美国呢，你就去做黄粱美梦去吧。任何国家都知道中国和美国对待他们的本质上的不同。这前者呢是真心的希望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而后者呢不过是利用他们追求自己的私利。巴基斯坦达苏恐怖爆炸案造成9名国人丧生，那您对巴方调查进展是如何看呢？巴方声称是某些外国势力试图制造中巴不和，这又应该如何来理解？对于达苏爆炸案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呢，中方和巴基斯坦最开始的说法呢并不太一样。中方呢要求全面调查，现在呢巴基斯坦证实中方的恐怖袭击说是对的。那么巴方的调查呢也同时得到了中方的肯定。巴方官员以及军方人士都认为，事件的背后是某些外国势力试图呢在中巴之间制造不和。巴方呢会挫败所有挑战中巴战略合作关系的敌对势力的图谋。那么这里的关键点呢，就是这外国势力指的是谁？很明显，那么有2、3个国家呢是对中巴合作、对中巴关系那么铁心存敌意，企图破坏。不说呢，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些外国势力的图谋呢，是一定不会得逞的。那么事情的真相，估计不久就会公布于众。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